外岛的诡异经历。那年冬天的11月，是我入伍的日子。经历了30天的新兵训练后，命运让我抽中了大家避之不及的金马奖。短暂的休假结束后，我拖着黄埔大背包，前往基隆港，搭乘夜班的军舰前往外岛。当夜船划破黑暗，驶向那片孤悬于海上的土地时，我内心既兴奋又不安。毕竟，外岛不像本岛，有着相对独立的军事氛围，并且有着许多未曾亲眼见过的传闻。踏上外岛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是一名职业军人。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那一年的军旅生涯之中。神秘的将军馆。刚到部队时，我因为专长被分发到一个行政单位担任文书，主要负责送文、处理资料。虽然免去了日复一日的操课训练，但工作时间却长到令人崩溃，经常要忙到深夜11、12点。我们的办公与住宿地点是一栋位于山边的星号将军馆星号。这栋建筑过去据说曾是将军或总统来视察时的行馆，后来改为行政单位办公室与寝室。它并不在主要军营内，而是独立坐落于山腰的一条小径上，通往此处需要走上一段长长的阶梯。远远望去，这栋房子就像是隐藏在森林里的一座废弃别墅，白天看起来气派沉稳，到了夜晚却显得诡异无比。这里只有4个人，我、另一名士官，以及一名上校长官，还有负责庶务的阿兵哥。这座建筑有着特殊的设计，呈弓字形，中央是办公区，左右两侧则分别是会客室和寝室。会客室内摆放着过去高层来访时留下的家具与器皿，看起来相当古朴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们都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太对劲的事。刚到外岛时候，听着学长们流传着不少诡异的传闻，其中有几项忌讳是每位新兵都会被叮嘱的：鬼门开时不可随意点名，因为可能会多点到一个人；巡逻时若听见远处传来脚步声，不可随意回头，因为跟着你走的不一定是人；夜晚不可随意吹口哨，据说这样会招来不该来的东西。军旗有镇压作用，部队的军旗经常被视为能压制阴邪之物，军人若遇到怪事，往往会下意识地朝着军旗所在的方向避去。这些传闻虽然听起来像是迷信，但久而久之，我们也都选择宁可信其有。毕竟外岛环境幽静，夜晚的气氛总是让人有种莫名的压迫感。鬼门开的午后，时间来到了7月，夏天的外岛异常炎热，尤其是我们住的这间将军馆，冷气只装在会客室内，而我们的寝室只有电风扇，不管怎么吹，依旧热得让人难以入眠。那天是连假期间，轮到我与长官留守。午饭过后，长官受不了酷暑，便到会客室内午休，而我则回到自己的床上小憩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做了一个诡异的梦。在梦中，我仿佛走进了会客室，可是原本应该躺在沙发上休息的长官却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形状诡异的黑影，他们身形瘦长，手脚异常细长，五官模糊，正站在会客室的桌上，大口咀嚼着我们平时准备给访客的零食饼干。他们的动作异常生硬，每当咀嚼时，脖子与身体就像机械般一节节扭动，伴随着诡异的咳咳声。梦里的我吓得大喊：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吃我们的东西？刚喊出口，我猛然惊醒，冷汗直流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觉得刚才的梦太过逼真，于是起身走到办公室，正好与长官撞了个正着。他脸色苍白，额头冒着汗，声音颤抖地问我：你有听见我刚刚在大叫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：没有，报告长官。长官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低声说：我刚刚被鬼压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无意间转头看向墙上的月历。农历7月初1，我脱口而出：报告长官，今天是鬼门开。两人顿时陷入了沉默。这件事之后，整个将军馆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。
有一天，树屋阿兵哥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这栋建筑还有一个没人在用的房间。他指着会客室旁的一道门，说那里原本是一间储藏室，但几年前发生过意外，一名夜班士兵在里面整理文件时，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。自此之后，里面就再也没人进去过了。有几次夜晚，我值班到一半，总觉得会客室的门缝间会有黑影晃动，但当我鼓起勇气打开房门，里头却什么都没有。或许那些长手长脚的黑影并不是做梦。后来我陆续听到其他同袍提及他们在这座将军馆的经历，几乎每个人都曾在这里遇到过诡异事件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